那么为什么这个台湾当局呢，现在要大吹特吹自己的这2款武器呢？因为台湾当局啊，对于这个就是大陆的这种军事上的这种发展和对这个台独势力的震慑，他是非常担心的。仅仅啊，如果依靠从美国购买的武器装备，它完全没法实现它的所谓战略目标。大家好，我是曹卫东。近期啊，台湾当局呢准备搞它的这个年度的军演啊，就是汉光军演，而且呢事先就是大吹特吹它的2款导弹啊，一款呢是就是对舰攻击的啊，打击水面舰艇的导弹啊，就是雄风3啊，还有一款呢就是防空用的导弹，叫天宫3。那么为什么这个台湾当局呢？现在要大吹特吹自己的这2款武器呢？因为台湾当局啊，对于这个就是大陆的这种军事上的这种发展和对这个台独势力的震慑，他是非常担心的。仅仅啊，如果依靠从美国购买的武器装备，它完全没法实现它的所谓战略目标，因为这个它从美国购买的反舰导弹呢，主要是鱼叉反舰导弹啊。这个他从美国购买的防空导弹呢，主要是爱国者。但是现在呢，解放军的舰艇啊，就是航母编队也好，或者其他的舰艇编队也好，就是绕岛训练、绕岛巡航，已经是一种常态化了。他过去呢，只要把兵力部署在台湾海峡方向，也就是台湾岛的西侧就可以了。但现在整个全岛都成了啊，就是一个孤岛。四面楚歌，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怎么办呢？所以必须要有更大的这个防范的这个范围。所以你像光靠美国的买回来的这些就是爱国者导弹呢，显然是没法就是在这个全岛上进行部署的，必须要有就是台湾自己生产的一些相关的防空导弹，它才能把这个岛呢部署起来啊。这是它为什么要就是研发一些这个天宫3来弥补就是美国爱国者的不足。还有一个呢，过去啊，就是蔡当局呢，他对这个大陆的这种就是所谓就是武力上的这种进攻，他当时有一个战略是什么呢？叫做这个有效吓阻，决胜滩头。所谓有效吓阻，就是台湾当局的这个军事能力是非常强的，就是他自己讲的所谓小刺猬啊。那这个你动不了他，那他就是有效吓阻，就是我现在有美式的装备，我有很多先进的武器啊，你是没法打上来的，所以呢我就要吓住你啊。再一个就是，如果你真的动武的时候呢，我要决胜滩头，就是当你的这个兵力，因为你毕竟要过台湾海峡嘛，要登岛登陆的时候就是在滩头的时候，我要决胜，我要把滩头就是一个是阻止你的进攻，还有一个就是把你全部给打趴下。那么这样的话呢，他看已经不行，因为这种战略很显然是不行。他就意思说，如果一旦解放军在台湾岛上滩头登陆的话，那他根本就阻止不住这样的，所以一定要在什么呢？就是航渡之中就是这些舰船你无论是登陆舰、驱逐舰还是航母，你反正在没有靠近滩头的时候，我就必须要把你消灭于海上，根本就不能让你上滩头。你上了滩头，那台湾是守不住的。所以他就大肆的宣称现在他有了这个雄风3。雄风3呢主要是反舰导弹，那么它的这个速度呢应该是超音速了打的这个速度很快，它意思就突防性很强，你防不住。还有一个呢，射程很远，可以打到个100-200公里，甚至是300-400公里这么远的距离。所以在你航路过程中，我一个是快，一个是远，我就可以打击你。所以他是想把这些导弹呢装备在他军舰上，但是又遇到问题了，因为台湾的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并不多，那么他就把这个巡防舰呢只有600吨就是安平号这一级的那这一级的我们讲舰和艇的区别就是艇嘛比较小，一般是在排水量500吨以下，舰是在500吨以上。你看它的这个巡防舰也就是600吨，刚刚够这个舰的这个
级别，要在这儿上呢。平常吧，这些巡防舰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在台岛的周边进行巡逻，它主要担负的是哨兵的任务，因为它的火炮口径比较小，它上面也没有装配导弹。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如果需要的话呢，就是交战的时候呢，把这些巡防舰都交给台湾的海军，然后在上面呢，加装啊，就是能够发射雄风2啊这种导弹的，就是反舰的导弹，打出去啊就跑啊，就是这个，因为他准备建12艘这样的巡防舰，所以他就可以搭载比较多的啊这种对舰的就是这种武器吧。所以我们从这个事情上呢，也可以看到，就是一方面台湾当局的战舰数量比较少，所以用巡防舰来凑数。还有一个呢，它这个导弹呢，是作为它的一个杀手，因为靠美国的这个鱼叉导弹数量显然是不够的，没法在台湾整个一圈啊进行布防。但是雄风3这个导弹呢，并不是那么很可靠，因为它有一次误操作啊，就是不该发射出去了，结果把这个没有打到靶船，把自己的这个渔船给打了，这是一次事故。还有一次呢，是在军事演习中啊，就是发射了雄风3以后呢，由于它偏离了航向，偏离航向之后呢，这个导弹会自毁的，所以就坠海毁掉了。那么因为在演习啊，大家都在看呢，所以只好靠雄风2还有美国的鱼叉把这个靶船给打毁了。所以这一款导弹啊，也并不是那么可靠，那么先进。所以我们讲到了雄风3，我们再讲天宫3。天宫3呢，实际上它也是逐步发展起来的，因为美国最初向台湾提供的防空导弹是霍克导弹，射程只有40到60公里。那现在这个射程也远远不够啊，就是一是大陆有隐身的飞机，第二呢就是其他的这个3代机啊也很多，所以这个打几十公里的这种导弹是肯定不行的。现在发展到这个天宫3呢，可以达到啊，比如说2万米的高空，我还可以进行拦截，就是像高速飞行的啊，性能比较好的这些战机。但是就是台湾它的防空啊还不成体系，因为你首先探测的这个雷达啊，这个要先进，还有卫星要先进，还有一个呢，你要分高中低3层啊，建立一个这个防空网才行。它现在不成体系，所以你就仅仅凭着啊，就是研制出来的一些天宫3和美国的这个爱国者，它肯定是防不住台湾整个岛的啊这些就是空域的，因为在这个一旦发生就是军事冲突的时候，很有可能它的这个雷达还有它的这些导弹阵地都成为第一轮打击的目标。那么你不成体系，一旦这些啊就是装备被毁掉之后，你就可能成了聋子瞎子啊，你这个拳头也打不出去。所以呢，我认为就是虽然台湾当局在大肆的宣扬它这2款导弹，但是啊，当这种装备不成体系的时候啊，这种能力不成熟的时候，你想以武拒统啊，以美自重啊，血洋自重的话啊，这个只能是一种白日梦。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